大家好，我是莫娜。最近都是在家工作啊，然后在家待很久时间嘛。跟我相处最久的3C 产品呢，就是我的笔电、手机，另外一个呢就是电视。在家呢，真的就是各种电影啊、影集啊，还有动画，通通给它追起来。所以我近期呢，真的超级想要一台比较大的显示器。不知道大家的家里面的电视啊，或是显示器都是几寸的呢？说出来让我羡慕一下吧。而且我觉得如果想要真的达到非常享受观影体验的话，显示器不只要大，它的画质啊、调色还要非常的精致，看起来呢才会真的有达到那种享受的感觉。Sony 最近推出的高画质显示器 Bravia XR 系列就非常的吸引我。那它总共有5大产品线，包含 8K 的跟4K 的产品，另外还有比较高阶系列的显示器。那它们呢，通通都有加入一个非常厉害的技术，叫做认知智慧处理器 XR。我这次开箱的这一台啊，是在6月最先开卖的，就是 Sony Bravia XR X90J。那我觉得这一台非常适合那种喜欢看电影还有玩电玩的人。认知智慧处理器 XR， 你可以想象说载入一个人类大脑的感觉，它可以模仿人类运作的大脑思维，像是它可以自动判断环境啊，或者是其他因素，然后来改变它的画面，甚至连音效它都可以改变哦，然后来达到更好的观影效果。例如我现在开着 X90J 看着韩剧，当画面落在基隆欧巴的脸，认知智慧处理器 XR 其实它就会去设想说观众的眼睛这个时候会聚焦在哪里，然后来强化那些地方的细节，像是画面中的动物边缘的毛发细节超级清楚，那岩石纹路啊、坑疤也都清楚的呈现，看起来呢真的会有很逼真的感觉。来看看这个东京街头的影片，认知智慧处理器 XR 让明亮的区域更加的亮，然后阴暗的区域呢会更加的深沉，还能够还原当时的场景深度。我觉得很厉害的是，黑暗中的角落啊，也可以保有细节。另外，我觉得它很聪明的是，它可以根据现场环境啊，自动调整就是画面的最佳亮度。像现在我的光线比较充足，但是我现在把窗帘啊或者是灯关上了，室内的光线变暗，这个时候 X90J 就会自动感应，把画面的亮度调暗，让我们看的时候眼睛是更加舒服的。认知智慧处理器 XR 它顾的不只是画面哦，它连音效都是它的处理范畴。加上 X90J 本身的喇叭设计，除了下方啊有2个喇叭之外，背面呢在人耳水平的位置呢，它也有做喇叭哦。这点在显示器的产品中其实算是蛮少见的。那这样设计的好处啊，就是可以比较达到那种3D 环绕包覆的音效感觉。在这边播放一段声音给大家感受看看。像是下雨的影片，声音啊就会很像从上方发出来的，就会让我们感受到好像是不是真的有雨从天上降落的感觉。影像规格的话 ，X90J 还有支援杜比世界、杜比全景声，还有 Netflix 校正模式，还有 IMAX 认证，可以让我们看到更原汁原味的电影本身色彩。除了画面非常精细、声音非常过瘾之外呢，其实品质也是不太需要担心的，因为所有的 XR 机种，包含现在我开箱的这一台 X90J 呢，它们通通都是日本制的，那就是产品的组装啊，然后测试还有品管呢，全部都是在日本完成的哦。X90J 的硬体规格，萤幕呢是4K HDR 的液晶面板，那共有4种尺寸，50、55、65、75寸。我们开箱的啊是65寸的产品，那有2种摆放方式，你可以立在桌面或是壁挂。那外观呢是非常简约，而且不会让人家感到非常厚重，保有 Sony 一贯的美学。侧边连接部包含以太网路输入，然后复合视讯输入、数位音讯输入，还有2个 USB 连接部跟4个 HDMI 孔，其中第3个、第4个还支援 HDMI 2.1哦。HDMI 2.1啊，它最大的突破呢，就是在传输的宽频上面有非常大幅度的增加。那它可以支援 4K 高解析度，还有120 FPS 高帧率游戏画面。如果你是 PS5 玩家，那你的线材又有支援 HDMI 2.1的话，那它其实可以带来非常好的游戏体验，让游戏中的角色啊，就算动作很快速，但画面呢也不会模糊或是有残影。虽然目前可以支援到 4K 120 FPS 的游戏呢，其实不多，但未来一定还是会持续增加。那如果你是资深的游戏玩家，或者是你非常热爱的游戏的话，那我觉得就是有支援 HDMI 2.1的显示器，是你今年挑显示器的一个非常大的重点。X90J 除了一般连线，也可以使用手机连接显示器。那它可以使用 AirPlay 跟 Chromecast， 不管你是苹果用户还是安卓用户呢，都可以非常方便来做使用。那另外它的 Google TV 还是目前最新的系统哦，支援的影音平台也非常的多，这点真的是 Sony 的优势哎，支援 Netflix 啊、YouTube、MyVideo 等等多个平台，就连遥控器上面的影音平台按键也比别家多，哪像我家的只有 YouTube 跟 MyVideo 键。
最后来分享一下我这次体验这一台的使用心得。这一台 X90J 呢，它有加入 Sony 最新黑科技，也就是我前面花很大篇幅度讲到的智慧认知处理器 XR。那呢，它其实你可以把它想象成说加入一颗人类大脑的感觉。不过呢，它更有一个比较优势的地方，就是它有人性化的视角，它可以自动去把画面啊、音效调整到最适合你当下观影的状态。而且我觉得有一点是非常吸引人的地方，就是它是日本原装进口的。那再来，如果你是游戏控的话，那这一台呢，我更是觉得真的还蛮适合的，因为它有支援 HDMI 2.1嘛。那它在 PS5 上面呢，又有支援就是4K 啊，然后120 FPS 的游戏。然后你真的就是非常热爱，就是利用大显示器啊，玩这种电玩啊、游戏之类的话，我就觉得你还蛮适合，可以考虑下手的。这一台 X90J 啊，它是65寸的。那我这边会附上它的各个尺寸的价格，大家可以依照你家里的需求啊，然后或者是你的喜好来做挑选。像是我觉得，如果你是喜欢看电影、看影集的人的话，我会建议你从65寸开始挑。那另外，如果你的家客厅刚好比较小的话，直接选择50寸或是55寸的，大家可以依照自己的使用习惯来做选择。那我只能说，真的要小心服用，因为看过就真的回不去了。好的，以上呢就是我对于这一台就是 Sony 最新推出的显示器 Bravia XR X90J 的一个使用心得。那如果您喜欢这支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们按赞，然后分享这支影片，另外订阅我们频道并开启小铃铛。我是莫娜，下部影片见啦，拜拜。